大家好，我是磊灿。我之前和大家说过，我最近搬家了啊。今天大家看一下我家附近这一个公园到底长什么样子。大家可以看啊，远处它就是这些高楼大厦，然后这个公园几乎类似于就是高楼大厦环绕的中间这么一个公园，有点像中央公园的意思吧。这种东西大家见过吗？这个植物我们小时候叫狗尾草，不知道你们那里叫什么？绒绒的，我觉得还挺好玩的。羊。现在呢才早上8点多钟，想不到太阳已经这么大这么毒了。这边随处可见各种垃圾分类箱子啊。不过垃圾分类对于中国人而言还是挺新鲜的事物吧。特别是在西安这边，很多人也不怎么会分类。我很喜欢这个山坡的这个草甸的感觉啊，因为早上太阳不是特别高啊，几棵树的影子被拖到地上，长长的，感觉好像从地里伸出了一只手一样。因为时间还挺早的，现在公园里几乎没有什么人，除了偶尔能看到1-2个跑步的锻炼的人之外啊，所以整个公园好像都属于我一样。大家看啊，我们现在已经从那个山坡上爬下来了。我刚才在那块，咱们现在继续往前走一走，看一看。对，这块有一个公园的总览图啊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就是我刚才大概在这儿。它之前的时候，最早公园才开放的时候，那个时候这个山坡上种了很多各种颜色的花啊，现在感觉偷懒了，全部都是狗尾草啊。咱们现在可以往这边走，也可以往这边走。这边有一个湖，它是一个人工湖，在上面可以坐船什么的。咱们就往这个下面绕一绕，因为这边它是有一座山可以爬到上面，小山坡吧，也不高。咱们继续往前走了。大家是不是觉得这个地方整体是不是挺干净的，对不对？就是因为很早就有很多保洁人员在这里打扫啊、捡垃圾啊。哇，这里好多鸟飞起来了。刚才很多鸟在地上觅食啊，找吃的。然后可能感受到人来了，全部飞到树上去了。我们走近看一看，哇，那个树上很多很多鸟。我觉得鸟它们的感知能力好强啊，就是稍微一点点声音、一点点动静，你看全飞走了。啊，再见再见。咱们今天就不走寻常路吧，从这里走下去看一下。这里有一些设计啊，就是有点水，小溪水啊，小水流。然后几块大石头在这块儿，水里头有很多这种虫子，它的腿很长。你到这种地方就感觉来到乡下一样，是不是？其实，在城市里有这么一个公园，就是让你有机会比较轻易的走进大自然这种感觉吧。我们听到有音乐声，是从哪里传来的呢？这有一块石头，它其实不是石头，它是中空的。大家听一下，它就是个小音箱。伪装成了一块石头。Hello， 咱们现在来到路上啊，有2条路可以选，往那边或者往这边。咱们现在临时的目的呢，就是来到这个山坡上。这个山坡啊，其实有很多路可以上去。咱们一会儿走一条小路，我觉得小路走起来比较有意思。大家看，之前我是从那边走过来了。其实我真的特别喜欢看这样大片的草地啊。中国人其实特别喜欢竹子啊。虽然竹子这种植物它主要是生长在南方的，但是你在很多北方的公园啊都能看到这些竹子，但感觉就是有点营养不良的样子，因为毕竟感觉有点水土不服吧。大家能看到，就是我身后有一座桥，对不对？这座桥通往那边，这一条路呢可以直接通到山顶啊，这样一圈一圈的环绕上去。但是我不愿意走那条路，咱们继续往前走，看一下，找一条小路。这一条小路，咱们可以从这里上山了啊，随处都可以听到鸟的叫声，还有这咕咕咕咕，这是鸽子的叫声吗？大家看到这个杆杆了吗？长长的这个，大家猜它是干什么呢？感觉像信号发射器似的，它其实不过就是灯而已。到夜晚的时候，山坡本来是暗的嘛，它就这些灯全部打开，就会五颜六色，很漂亮。大家看，就是这个，你走到上头之后，发现它又有分岔路了。这边呢是往下走的，然后呢，这边呢是往上走的。所以他就告诉你，人生有很多选择，到底看你是上坡还是下坡啊。咱们继续往上走，走到顶吧，起码。你说这个树上画了一个红红的一笔，这是干什么呀？有没有懂行的朋友告诉一下我？感觉像树流血了似的。这一条大路。
直接往上走，哎，或者这个往上走，它同时有小路，就说看你选择怎么走了。就是有些人喜欢走大路，有些人喜欢走小路。我是一个喜欢走小路的人，我觉得走小路啊，有点那种寻幽探秘的感觉吧，很有意思。其实走在这些花草树木的中间的时候，我就有个感慨啊，就是他们我一个都不认识啊，但是我就叫他们花草树木，我觉得就行了呗。你其实认识那么多花草树木的名字又有什么意义呢？对不对？这个坡有点陡啊，我看这个树其实就长得特别像一个人，你看没有？举起了手。对吧？这是人的头，这些东西可以想象成他的头发被风吹着飘起来，然后他在召唤什么？我感觉这个花啊，就像一个食人花一样，你把它放大个10倍、100倍，它就是一个食人花的样子。然后你看这些是不是很多这个是怎么样形成的呢？就是食人花把人吃了之后，然后很多的部分就是通过这个管子输送到这里保存起来。冬天的时候继续吃，实在太热了。大家看我满头的汗。现在呢，又来到选择的时候了。大家看啊，这块有条这样的神奇的小路啊，这条路本来是不存在的，走的人多了，它变成了一条路。哎，这里呢是一条正经的小路。我是这样一个人呢，不走寻常路啊。走吧，从这条不正经的路上走上去，就应该能登顶了。哇哦！胜利在望了，马上就上来了。哦，都是草啊！这个大平台上什么也没有，只有草。我觉得修建这个平台人挺懒的，真的。你多少修个什么东西，对不对？或者凉亭一样，让大家在上面休息或者怎么样，你就撒了一些草的种子下去。让这些野草自由的生长啊！才上来，咱们又准备下去了。对，这是一个台阶，直通到下面。然后呢，底下那块就是一个湖了，那是一个人工湖啊！哇哦，看我的影子，看我的腿长，天哪，就像天神一样！咚，咚，咚咚咚，1、2，大家看我已经下来了，就刚才从那个台阶上爬下来。现在咱们再继续往前走啊，前面就是那个人工湖了。湖水因为是这个有树木倒影的缘故啊，所以是绿色的。小朋友在喂食，喂鸭子，喂鱼。那2只鸭子看到有吃的，赶紧游过来。这水上都飘着这个鸭毛。哦，这里有很多小鱼苗，大家可能看不到啊。远处那一块呢，就有很多那种船，对，可以坐船。1个小时180吧。为什么我知道这么清楚？因为昨天晚上我才带我儿子来划船了。可能这里鸭子比较多吧，这里都有一股那鸭子的臭味儿。我为什么对鸭子的这个味道这么熟悉的样子呢？因为我家以前养过鸭子，真的就在城市里养鸭子，真是啊，这个感受太绝妙了，真是一辈子的难忘啊！太臭了，鸭子它就是无时无刻都在吃东西，然后拉屎。我就发现，就是这个公园很多这些设施卖东西的，基本上这个周中的时候都是停业的，都没有人。周末的时候就人特别多，他可能就靠周末就能把钱给赚回来。咱们现在往那些船那块走一走吧。这个设计还挺有意思，一个大圆环啊，一圈，中间是空的。这个荷花都长出来了，对。不过这里荷叶有点少呀，要是全部都铺满了荷叶，真的会很漂亮。这些船也在休息吗？今天不需要工作了，耶，太开心了！大家能看到水里的太阳吗？我们在追赶的太阳。哎，它躲起来了！哎，别躲起来呀！躲哪去了？不见了！太阳看到我们竟然躲起来了！天哪！我们有这么吓人吗？这里有这个救生圈呢，很硬。我估计的这个救生圈应该从来没用过，最好没有用过。其实用过的话，说明有人落水了呀，那其实不是好事嘛，对不对？希望它永远的一辈子都不会被用到吧。大家看柳树，哎，柳树在中文的里面是有这个柔美的象征的，风一吹就缓缓地飘动起来，特别漂亮啊。咱们现在大概在这附近左右，对。大家看这下面是有条河叫决河，它这个湖啊，这个人工湖里的水其实是从这条决河里引过来的。
我带大家来到这个决河的边上看一下啊，看一下这边一条真正的河是怎么样的。大家看啊，底下那个就是决河了，咱们可以走下去看一下。这条河真的可以说是其貌不扬，甚至可以说是很丑。大家看远处是不是有座桥，通往那边的那些房子？这个房子是不是看起来挺好看的？咱们现在沿着这条滨河路继续往前走啊，前面应该有路口可以上去。然后咱们再走那个滨湖大道，然后走那座桥过去，基本上就可以回去了。这个公园大概也就逛的差不多了吧。对，大家看这条路就能上去了。大家看，就是这湖边栽了特别的这个，我不知道是不是芦苇啊，把整个湖都挡住了我们的视线。我们继续朝前走。大家看啊，这个公园的管理人员呀，就知道我们这些普通的人有多么的无知啊，所以他在很多树上都挂了这些树的名字。这个树叫什么？杏梅，从来没听过。就是公园随处可见都有很多这些椅子啊，就是大家累了可以在上面坐一会儿休息一下。我累倒也不累，就是挺热的。这个椅子啊，现在坐在上面有点烫屁股，有点烫，天气太热了。最近好像全球都是高温啊，40来度，好像都是不鲜见了吧？大家看对面那座山，就是我刚才从上面下来那座山了啊，那个台阶不知道能看到吧？然后边上有些船呢，所以咱们刚才就是走了一点点的路啊，一小半圈吧。接着大家看，那有一座房子，好像还有一些美学上的追求，还有那一座桥，就是我一会儿准备过去那座桥了。抓住你拧一拧。这里还有一个火车吧，小火车我们这边叫做啊。孩子们一看到这种火车就两眼发光，像疯了一样，就一定要去坐啊。这火车上有些话挺有意思，就是介绍一下西安这边一些景点吧，像这个华山啊，我虽然在西安生活这么多年都没去过，还有曲江啊、灞桥、白鹿仓、芙蓉园，对，诗经里、子午峪，对，观音台动物园等等吧。我在西安生活这么多年，其实根本没有去过几个地方，我就觉得人很奇怪，在一个地方生活啊，反倒对那个地方就失去了兴趣。但是假如让你去另外地方去旅游啊，好像就算随便一个简简单单的、普普通通的，甚至比你所在这个城市普通10000倍的这么一个城市，你要带着旅游的心情去的话，你会觉得哇，满眼都是很神奇的东西，所有东西都好好吃呀。但是假如你生活那个城市，你就会觉得啊，好无聊呀，怎么这么普普通通，这么没有意思？虽然你所生活这个城市可能还是一个旅游城市，就像西安一样。现在想来，我对西安的了解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少的。现在咱们终于上桥了，那边就是那座山了。然后呢，那边湖还挺大的吧？不过咱们就不往前走了。大体上就是我带着大家逛了几乎一半的这个公园吧，湖风吹起来很舒服。那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吧，下次再见了。